当王林回到楚国，再次见到李木婉，居然有人敢收她为侍女，而李木婉没能突破而老去。王林为其对抗轮回天道，身受重伤。究竟怎么回事？我们一起往下看吧。随着仙界之行结束，王林通过多次传送阵后，来到修魔海边境。他出现在一个古传送阵内，神识一扫，露出惊骇之色。此地距修魔海仅80万里，一次传送横渡数个古传送阵，距离至少1000万里。原本1个多月的路程瞬间度过，让他内心震惊。他发现手中仙玉颜色变灰，仙气少了1/10，意识到这才是古传送阵真正的用法。随后王林向着楚国方向飞去。与此同时，在楚国云天宗，李木婉坐在东院守阁弹琴，琴声中满是无奈与悲涩。这上百年的时间对王林来说是一晃而过，但对李木婉来说简直是太漫长了。她的容颜也变得沧桑，身体一天天虚弱。这100年，我始终停留在结丹后期，你给我的露水已经无用，我能感觉到自己的身体正一天天虚弱。若是10年内依然无法结营，我怕是……王林，你到底在哪儿？他依然思念着王林，这也是他坚持等待的唯一动力。他担心，或许当王林回来时，他们已经生死相隔，泪水终于忍不住流下。阁楼外站着2位白发苍苍的老者，刘斐和宋清。他们听到李木婉的琴声，感受到其中的死意，心中苦涩。刘斐想到李木婉宗主在100年内3次结营都失败，若非心中还有再见王林一眼的念头，怕是早已香消玉损。宋清回忆起当年的惊恐，那场杀戮成了他的心魔。他们想到云天宗的现在处境，有外来修士的威胁，而巨魔族对他们又冷漠。李木婉让他们进来说话，表示自己身体不适。他告诉刘斐他们自己身体虚弱，活不过10年。他询问公孙长老的消息，得知他去找外来修士未回，怕是凶多吉少。李木婉让他们查外来修士的来历，得知此人擅长使用毒虫，嗜杀成性，1个月内连灭3派。李木婉咳出血来，让刘斐和宋清露出关切之色。他让他们过几日把魂念归还，各自逃命去。刘斐想让李木婉服用欧阳子的续命丹，李木婉摇头，表示自己正在慢慢衰老，云天宗怕是难逃此劫。宋清提出寻求巨魔族的帮助，李木婉摇头，表示巨魔族不会顾及他们。刘斐和宋清感到无奈，李木婉让他们先下去，把他的意思告诉闭关的大长老。而后李木婉没有说话，目光看向窗外，眼中浮现起王林的身影。王大哥。一只王林之前送的小兽从他眉心飞出，落在琴上，望着他。而王林在修魔海边缘遥望楚国方向，心中升起一丝颤抖。他踏入修魔海，嘴角露出微笑道：叶婉儿多年未见，应该给她买些喜爱的东西。王林身子一晃，朝着修魔海飞奔而去。一路上速度极快，经过几个传送阵后，有一天他眼前1万里外出现了一座城池，名叫魔逆城，是修魔海内10大巨城之一，排名老3呢，比王林以前见过的任何一座城池都要大好几倍。这城在王林的地图预检上有点描述，不过那些资料都是修魔海没被入侵前的，现在里面新生势力乱七八糟的，王林也不清楚具体情况有没有变。但他这次来可不是来惹事的，就是想给李木婉买点礼物。王林缴了几块下品石，就进了魔逆城。城里修士来来往往，热闹得很。王林戴着草帽，四处看看，他发现了个显眼的5层阁楼，上面竖着个牌匾，写着炼气阁3个大字。王林心里一喜，就朝着阁楼走去。王林进阁楼后，直奔2楼，未见心仪之物，又上3楼。3楼中年男人持古卷，见王林来，放下卷，问其欲购何物。王林要丹方，中年男人称炼气阁丹方众多，问其需哪类。王林坐定，要5品以上丹方。中年男人眼睛一亮，起身倒茶，称5品丹方珍贵，仅3份，便上楼去。不久，携3锦盒及一老者下楼。老者目光炯炯，灵威阵阵，扫视王林后未语。王林也看老者一眼，专注锦盒。中年男人放下锦盒，第3玉简，称是丹药功效介绍。王林拿起玉简，认出云天宗丹药玉简，只看天涯门玉简。王林看完后，要天涯门归元丹的丹方，问有无6品丹方。中年男人犹豫，望向老者，老者点头。中年男人说6品丹方珍贵，不单卖，每10年修魔拍卖会才出，劝王林等2个月。王林皱眉，问5品丹方售价。中年男人问王林是物换还是临时买，王林选临时。中年男人面露难色，王林皱眉起身，一拍储物袋，扔下一物就拿丹方锦盒下楼。王林扔给中年男人的是半块极品灵石，让他震惊不已。王林知半块极品灵石与5品丹方价值相当，随后王林在修魔海多城铺子收丹方，起初价格公道，后越要越高，甚至天价。一次交易不成，店家欲强卖，遭灭顶之灾。此后草帽人是化神修士的传闻四起，王林收丹方更易。10天后，王林在古传送阵的帮助下，来到了修魔海与楚国的边界。
这10天里，他一共收购了8张5品丹方。婉儿若是看到这些丹方，定会欣喜。王林嘴角露出微笑。进入楚国后，他不再掩盖相貌，把草帽拿了下来。可王林刚踏入楚国边界，脸色突然一变，目光望向云天宗方向。找死！随后他身子一闪，就消失在原地。因为云天宗有人找麻烦了，此人是展空，毗卢国道的天才弟子，修为达到元婴后期，但叛逃偷盗至魔道宝典，途中连杀同门，被化神期修士追至九幽蛮荒，躲避100年后成化神期，收服毒虫，并以此横行，杀向至魔道。虽知至魔道强者众多，依然屠戮，最终再度逃入九幽蛮荒，失踪。30年后，展空以化神初期修为重新现身，放弃复仇，游走四方，留下诸多凶名，修炼出不死法术，杀不死。后获得鱼鼎，成为仙界候选人，依旧横行。最终因陷害亡灵失败，与强敌交战，失去数个分身，返回朱雀星。在回鼎传送中，他偏移至修魔海，并开始再次屠戮，目的为让虫子获得更多精血，最终进入楚国，灭门派，令巨魔族使者无奈退走。此时，展白站在山顶，四周重云密布，他盯着远处的云天宗，露出嗜血之色。云天宗，此宗是楚国第1大派，擅长炼丹。哼，今日过后，这丹药全都是我的了。听之前几个门派的人说，这云天宗的宗主是个美人儿，我倒要看看被我的虫子寄生后还有多美。展白身子一动，向着云天宗飞去，虫鸣声势惊人。前几日把云天宗一个元婴后期的小辈喂了虫子，临死前居然说亡灵不会放过我，真是可笑啊！亡灵是谁？我怎么从未听过？而且楚国区区3级修真国，不可能有化神修士，这亡灵恐怕也只是厉害一些的元婴后期罢了。这样的小辈，我见一个杀一个，我展白杀的还少吗？等灭了这楚国，我便一路杀回九幽蛮荒。这次定要让王虫诞生。王虫寄生在身体后，我的意境就可以达到化神中期。曾牛，到那时，我倒要看看你能否打得过我。展白冷笑，但立刻眉头一皱，自语道：“曾牛的那头雷蛙对我的虫子有先天克制，有些难办。”他目光闪动，打定主意，这次无论如何都要冒险进入九幽更深处的王虫。一旦王虫诞生，雷蛙就失去作用。在这之前，我还是不要惹曾牛为妙。此人能当红蝶一臂，其修为定然不是表面看起来的化神初期。不过这朱雀星大了，我即便是想惹，也绝难遇到。只是他不知道的是，亡灵就是曾牛。展白轻哼一声，身子极快，转眼间来到云天宗外。云天宗笼罩在一片白云内，这是护山大阵，既能守护宗派，又能隐藏乾坤。展白飘在半空，盯着白云看了会儿，蔑视一笑，喝道：“云天宗的小辈们听好了，打开护山大阵，送出丹药。”云天宗内一片寂静，一会儿后传来一个虚弱却坚定的声音：“前辈身为化神修士，何必为难我们小国宗派？若是有丹药上的要求，还请前辈吩咐，我云天宗必然全力满足前辈的要求。”哦，想必你就是云天宗的宗主了。晚辈正是云天宗宗主，还请前辈莫要为难我们云天小派。我倒要看看这个云天宗的美人宗主到底长什么模样。说着，他伸出右手，向着半空中的白云狠狠一抓。云天宗的护山大阵在展白面前不堪一击，咔咔几声，白云崩溃又迅速凝聚。展白这眼神一眯，心想这阵法还挺神奇，不过他可没把这当回事儿。李木婉赶紧出面说，这阵法是巨魔族布置的，求展白看在巨魔族的份上别为难。但展白冷笑一声，手一挥，重云呼啸而上，咔咔声越来越大。展白说道：“即便是赤虎前来，也不敢为了区区一个云天宗与我翻脸。”不久，砰的一声巨响，大阵崩溃，四周云层全消散，一道亮光闪过就没了。云天宗的灵10阁楼群就这么暴露在展白眼前。展白一看这阵仗，眼睛都瞪圆了，哈哈大笑说：“这云天宗以后就是他的了。”云天宗的人都绝望了。展白一脚踏进宗内，身边重云呼啸，低境界的女弟子都被吓哭了。展白更是抓起几个弟子，虫子一拥而上，惨叫声撕心裂肺。李木婉看不下去了，带着几个人出来，可展白根本不买账，还把那几个弟子折磨得跟骷髅似的。李木婉气得面色苍白，嘴角流血，身子发颤，眼神里满是怨毒。展白却还问他叫啥名字，李木婉不搭理他。展白一笑，虫子扩散开来，把整个云天宗都包裹了。他这眼神跟虫子一样嗜血。李木婉没办法，只好说出了自己的名字，一个元婴后期大长老上前保护他。可展白不仅要灭了云天宗，还要李木婉做他的侍女。那老妪气不过，怒视展白，结果被虫子扑上，惨死当场。云天宗一片惨叫，李木婉绝望至极，身边的长老们也纷纷被虫子扑上，只有2个元婴后期大长老还能抵抗几下。这虫子太诡异了，法术法宝都没用。李木婉咬着下唇，眼露绝望。展白还大言不惭地说要把李木婉当寄生体，放出一只血虫扑向他。
可就在这一刻，李木婉眉心涌出一团黑雾，化作小兽，一口吞下血虫。小兽目光阴森，盯着展白。展白看了眼小兽，说道：“魂兽。”李木婉沉默，他目光望向远处。王大哥，来生再见。展白突然想起王林这名字，他来楚国后听过好多次，还好奇这王林是谁，还有以李木婉的修为，是如何让这些元婴修士甘愿同生共死的呢？李木婉没回答，展白在那狂妄大笑。突然，一个冷漠的声音在他背后响起：“因为她是我的女人，我就是王林。”随着王林的声音一响，那黑色的游魂就跟天降魔神似的，冲着虫子就去了。刘斐身上钻了不少虫子，绝望得很。可突然一股阴风吹来，那些虫子就跟见了天敌一样，从他身上钻出来就跑。刘斐一抬头就看到展白身后那不算高大的身影，心里琢磨：是他吗？宋清那边也是用光了法宝，虫子还是没完没了，疼得他想自爆元婴呢。结果阴风一来，虫子全退了。他一抬头也看到了那身影，心里一惊：是他吗？云天宗剩下的2个元婴后期大长老，还有那些没死的弟子，也都感受到了阴风，看到那身影，心里都一颤：是他吗？李木婉更是眼泪止不住的流。虽然王林模样变了，但他还是一眼认出来了。王林！展白这下慌了，他居然没察觉到王林靠近，这说明王林修为在他之上啊！他一转身看到王林，惊讶的不行，下意识往后退，失声喊出：“你曾牛！”这层牛2字一喊出，云天宗都炸锅了。这层牛可是朱雀心上最瞩目的人物，没想到王林就是层牛。王林眼神冰冷，这是他愤怒到极致的表现。是你要灭云天宗吗？声音就跟9幽寒风似的。展白被这寒风吹得更冷，心里直打退堂鼓，可他还是硬着头皮说：“曾牛，我不知你是云天宗之人，此事是我鲁莽。”鲁莽？王林哪吃他这套，直接劲翻一出，化黑雾冲展白而去。展白吓得直往后退，王林可不依不饶，长枪一现，天空都阴沉了，那些虫子更是尖叫着四散。展白面色巨变，再退。王林抓住长枪，追着展白就去了。他一拍储物袋，9个雕像飞出，化作9尊真人拦住展白。展白这一缓，王林长枪刺去，轰隆隆声中刺在展白的肉茧上，肉茧崩溃，展白受伤后退，喷出的鲜血里还有蛆虫，看着就瘆人。展白怒吼道：“曾牛，我要欺人太甚！”王林冷笑道：“欺人？哼，今日我便欺你了。”他一点手，一道灵光射向展白。展白知道这是意境攻击，吓得直往后退，想瞬移逃跑。王林哪能让他跑，手一挥，空间裂缝一划，展白吓得止住瞬移。王林继续追，右手指天一抓，身后出现巨大环形圈，黑白色画卷铺开。他要拿展白当生死意境的祭品，右手一指，画轴抖动铺开，灰色之气扩散。展白内心叫苦，但还是放出虫子抵抗。我只不过杀了几个云天宗的弟子而已。王林目光一凛，天空漩涡出现，展白的虫子全被吸入。展白恐惧之下放出元神，一只巨大蜈蚣，头下还有个小展白，这是他的虫兽道，以虫兽为万物之根本。元神一出，张口吞向漩涡。王林冷哼，不自量力，漩涡变大，把展白元神吞下磨灭。最后王林手一挥，展白身体崩溃，化作血肉，腥臭扑鼻。王林右手一点那团血肉，火焰一生，那些蛆虫全化成灰了。地上就剩个储物袋，王林神识一扫，发现里面全是虫子，他打了个封印，收起来就消失了。再出现时，王林站在云天宗上空，缓缓落下。李木婉看到王林，眼泪都出来了，刚要说话就咳嗽起来，身子一歪。王林赶紧过去抱住他，发现他身体虚弱，还有死气。他让刘斐和宋清封山，任何人不许外出，然后抱着李木婉去了东首阁楼。刘斐和宋清忙完后，看到那2个元婴后期大长老也在阁楼外等着，他们都不敢靠近，离得远远的盘膝打坐。王林在阁楼里给李木婉灌输灵力，3天3夜不停。3天后，李木婉终于睁开眼，看到王林，开心的笑了。王大哥，没什么大碍，我每日为你调理身体，等身体好一些后，我定可帮你结印。你还走吗？暂时不走了。真的？真的。婉儿，你刚刚好些，先休息一下。李木婉特别开心，靠在王林肩膀上睡着了，嘴角还带着笑。王林把她放到床上，盖好被子，就走出阁楼了。一出阁楼，王林脸色就阴沉下来。阁楼外那7人，除了2个大长老宋清、刘斐，还有欧阳子和其他2个元婴初期长老，都紧张地看着王林。王林问他们李木婉身体为何变成这样，吕飞说他3次结婴失败，身体受不了。王林又问丹药有没有用，宋清说李木婉丹药吃不少，
但寿元快尽了，只有结阴成功才能续命。王林沉默了一会儿，让他们都退下，还说曾牛这名字不能外传，让他们想办法处理弟子们的记忆。众人答应后，吕飞和铁岩就开始安排抹去弟子记忆的事儿，还警告其他人不许泄露王林身份。那2个新进员因长老被吕飞叫走，后来就再也没出现过。吕飞身边多了2个黑雾傀儡。王林回到阁楼，坐在李木婉床边，只需结印就可增加寿元，此事不难。1个月后，云天宗的低阶弟子都忘了之前的事，刘斐和宋清再次执掌云天宗，云天宗又繁荣起来，还趁机扩大了势力。王林带着李木婉离开云天宗，吕飞和铁岩也跟着，放弃了大长老身份。他们走过大半个楚国，李木婉特别开心，像小妻子一样陪着王林。最后，他们在楚国靠近仙夷之地的深山停了下来，那里荒无人烟。王林在山谷里放出一座宝塔，这是阴寒之地，能放宝塔。宝塔一出现就变大，落在谷里，波纹四散。周易的意念笼罩4周百里。吕飞和铁塔在环形波纹扩散时，感觉压力山大，元婴似要崩溃。王林挥手间便让这压迫感消失，他们对王林更加敬佩。李木婉看到宝塔很惊讶，王林告诉他宝塔里有周易妻子的尸体，周易临死前托付他照看。王林还讲了周易和婷儿的故事，李木婉听后很感动。他关心周易化为魂去大罗剑宗的结果，王林则表示无论结果如何都是周易的选择，希望他能如愿。王林用山石建了几间石屋，李木婉帮忙，还开心地说这是他们的新家。王林看出李木婉很累，内心有些心疼，但还是同意他帮忙。李木婉性子温和柔弱，却有坚强的一面，王林很欣赏她的坚持。李木婉看向王林的目光中有柔情和不舍，让王林想起他娘看向他爹的目光，以及周清醒时看向婷儿的目光。王林为李木婉调理身体，看着她入睡后走出石屋。吕飞和铁岩看到王林出来，立刻起身。王林问他们停留在元婴后期多少年，他们内心狂喜，因为王林终于要谈提升修为的事了。吕飞在元婴后期143年，铁岩172年。王林说他们走错路了。他们沉默后，铁岩说楚国没有化神修士，他们也不知道关键所在，只能猜是靠自身领悟。王林让他们去宝塔100里外，何时能凭自己修为走进3里再回来。吕飞和铁岩离开后，周易的一丝意念再次开启。日子过得很快，王林为李木婉调理身体，次数越来越多，说明他身体在恶化。李木婉知道自己的身体不行了，但王林坚持说他不会死。王林还送给李木婉几枚玉简，是5品灵丹丹方。李木婉很惊喜，他问王林怎么又变了样子，还成了层牛。王林就把这100年的事详细说了一遍。那红蝶若是知道你是曾牛，怕是会来找你。以我现在的修为，只需再过几年，便可彻底达到化神中期。他若是来，我有70%把握让他再次败退。我相信你。还记得当年修魔海的洞府吗？王林，我想回去看看。还有火焚国，我也想去看看。好，修魔海的炼气阁再过几日要拍卖一个6品丹方，我带你去把这丹方买下。好。李木婉很开心，王林内心却很痛，他一直望着李木婉。李木婉的脸红了，王林坚定地说：我不会让你死，绝对不会。夜里，王林在石屋外望着皓月，眼中露出悲哀。李木婉的身体虽有好转，但死气更浓。王林想让李木婉结阴增加寿元，但她的身体虚弱，难以成功。他想起当年的王卓，修为高，神识强大，有机会避开天道。王林决心拿到6品灵丹丹方，让李木婉身体恢复，再助她结阴。这些年他欠她太多。王林望着天空，感到孤独，摸了摸手腕上的驱兽圈，放出雷蛙，喂他丹药，帮他催化。雷蛙气息微弱，全身伤痕，王林每天都要喂他1粒丹药。这丹药原本是为李木婉准备的，但他身体虚弱，是因为寿元，而非受伤，所以效果不大。王林把雷蛙收入驱兽圈，没有解除封印。王林拿出一把大罗剑宗弟子的宝剑，研究上面的禁制。他这段日子已经研究了许久，终于摸索到一些门禁。1夜过去，王林掌握了9个禁制，打在镜幡上，镜幡上的攻击禁制增加到145组，距离990组还很远。3天后，王林和李木婉离开山谷，铁岩和吕飞跟随。王林把宝塔留在山谷，除非有问鼎期修士来临，否则没人能把宝塔拿走。他们在楚国边缘开启古传送阵，带着李木婉和吕飞等人消失在传送阵内。吕飞和铁岩再次感受到王林的强大，这是他们第一次享受古传送阵。修魔海内与火焚国连接之处，一座古传送阵内突然闪烁明亮之光，王林等人从里面走出。我有很多年没回这里，王林，我们先去看看那个青龙大阵吧，也不知当年的人还有几个活着。王林看向远处，想起当年李木婉曾送他一枚玉简，踏印了青龙大阵之象。王林4人来到修魔海外围南斗城附近，来到昔日斗邪派总教之地。
看到巨大的山峰顶部被弄成龙形，但如今残缺不全。李木婉看着那条苍龙沉默不语。王林暗叹，知道昔日的斗邪派已成废墟，只有低阶妖兽聚集。李木婉回忆起当年和王林来到这里的事，王林感慨岁月流逝，物是人非。李木婉想看看当年的洞府是否还在。王林带着他来到洞府所在的位置，却发现山脉消失不见。李木婉有些黯然。王林突然说洞府没有消失，他施展神通让大地断裂，地面鼓起，一座山峰破土而出，与当年王林居住的山峰一模一样。山峰上还出现了与当年一样的洞府。李木婉看到后露出微笑，死气也淡了一些。他在洞府内回忆往事，王林含笑不语。3天后，他们离开洞府，王林在山上留下静止，然后和李木婉一起飞向魔逆城。这次修魔海之行，李木婉身上的死气变淡了一些。8天后，他们到达魔逆城，住进客栈。铁岩去炼气阁拿到拍卖请帖。7天后，他们去参加炼气阁的拍卖。在宝塔行宫殿内，众多修士参加拍卖，王林4人进入，被炼气阁的中年男子恭敬接待。他们上了3楼的包间。中年男子离开后，王林一行人坐下。中年男子离开包间后，背后被汗水打湿，他深吸一口气，匆匆离开。他想起2个月前王林离开后，他详细询问过跟随王林的老者，那老者修为已到元婴后期，却被王林一个眼神吓退。他猜测王林可能是化神期修士。化神修士在修魔海无人敢惹，炼气阁正是因为有化神期修士才能立足。中年男子觉得自己身份在王林面前不值一提，他下楼后在2层雅间外停下，向老祖传递消息。白发老者在数万里外的洞府内吐纳，忽然睁开眼，召唤出一个千娇百媚的少女虚影。少女汇报后，老者消失。他正是亡灵劫丹期时遇到的齐涛兽的老者，也是2次回古神之地时在碎星乱外遇到的人。在3楼包间，炼气阁弟子送来水果，但没人动。王林和李木婉轻声交谈，李木婉不时露出开心的微笑，目光中满是柔情和满足。吕飞和铁岩盘西坐在门边打坐，他们一路修炼刻苦。王林曾说，只有灵力归一后才能感悟化神。他们虽是元婴后期，但非大圆满，跟随王林后对化神信心倍增，这也是他们决心跟随的重要原因。忽然，一道神识从左侧包间横扫而来，吕飞和铁岩睁开眼，神识与对方撞击，左侧包间传出惨哼声。王林始终没抬头，继续与李木婉交谈。他知道自己很少像这几天这样陪伴李木婉，心中除了柔情还有歉意。左侧包间再次传来神识，铁岩和吕飞同时散开神识撞击，左侧包间传出冷哼声。吕飞和铁岩的神识消散，但他们冷笑。吕飞说，那人修为非化神，是元婴后期大圆满。随后紫袍老者邱四平走出包间，来到王林一行人所在房间，被王林冷冷一看，顿时倒退3步，额头见汗，意识到王林是化神修士，内心叫苦，不敢移动，苦涩的道歉。王林觉得邱四平有些熟悉，像是当年修魔海的故人，但一时记不起来。这时炼气阁的白发老者胡某走上3楼，他没看邱四平一眼，直接进入王林的包间。吕飞和铁岩面色微变，后退站在王林身后。王林让他们坐下，胡某与王林交谈，提到当年碎星乱外的事。王林内心一动，胡某居然认出了他。王林意识到胡某有神通，能通过身影判断身份。胡某与王林交谈间，1楼的拍卖会开始，列出的法宝灵丹颇受欢迎。李木婉安静地坐在王林身边，温柔大方，时而看向楼下的拍卖，嘴角带着微笑。胡某问王林是否以前见过，王林没回答，而是召唤紫袍老者邱四平进入房间。邱四平进入后，恭敬地向王林和胡某行礼。王林微笑地对邱四平说，多年未见。邱四平一怔，白发老者也目光一闪。邱四平仔细看王林，觉得眼熟，却想不起何时见过，小心翼翼地问王林是否认识他。王林轻笑，提醒邱四平当年的事。邱四平露出不可思议之色，失声叫出王林的名字，惊讶王林居然化神了。王林点头，看向白发老者，问他是否想起了什么。白发老者眼中闪过震惊，苦笑道，想起了当年的事，没想到王林从结丹修士达到了化神。他想起当年遇到王林时动了贪念，想收王林为徒，现在王林化神，他的念头烟消云散。邱四平彻底呆住了，往昔记忆在脑中回荡，王林一直压他一头。白发老者哈哈一笑，问王林此次前来炼气阁是为了何种法宝。王林说是为了6品丹方。白发老者面有难色，说丹方是别人寄卖的，他无法帮忙。王林摇头说，若换不到就抢来拓印一份。白发老者不再说话。这时1楼大殿内已拍卖出很多法宝灵丹，许罗走上平台，高声说，接下来将拍卖一张6品丹方，此物价值大家心知肚明，规矩改变，要以上品灵石开价，法宝也可当场作价。3层宝塔立刻安静下来，很多人为了这丹方而来，陆续叫起价来。李木婉有些紧张，王林轻拍他手，始终不动声色，看向1楼。邱四平脸上露出苦涩之色，他此次来也是为了丹方，准备充足，但现在不敢叫价。很快
价格被抬到1万块上品灵石，在修魔海这也是大手笔。王林想买6品丹方，却因价格过高没成功。他用木雕换得2万上品灵石，但有人出价更高，丹方被别人的去。王林不甘心，找到青衣女子周艳红，她为舅父求王林帮忙，王林拒绝后离开。6品丹方上的6品归元丹，虽能加速灵力吸纳，但有服用限制，否则会变成人形晶石。上古时期有人用此法炼制极品灵石，但成功率不高。10天后，王林一行人回到楚国，吕飞与铁岩继续修炼，王林则平淡生活，为李木婉调理身体。李木婉努力研究6品丹方，寻找替代品。2年后，欧阳子被召来帮忙，他几乎疯狂地研究丹方，而李木婉容颜逐渐苍老。又过3年，欧阳子炼丹有突破，李木婉身体极度虚弱，王林始终陪伴在他身边。李木婉躺在床上，虽然他的面容已经衰老，但眼神依旧明亮，深深地注视着面前的男子。他的心里想要永远记住这个人的样子。他不确定这份感情是否是凡人中的爱情，但在他的心中，那个百年如一日的情深和眼前这个男子的身影总是在脑海中浮现。王林握着李木婉的手，眼中满是温柔，但内心却仿佛被撕裂。李木婉轻声说道：“他昨夜梦见哥哥微笑，身后还有熟悉的父母。他的母亲早亡，哥哥是他唯一的亲人。”王林心头一痛，目光复杂。夜深时，王林站在石屋外，望着远方的赵国，心里默默呼唤本尊。与此同时，在赵国的横越山脉深处，一个冷峻的红发男子突然睁开眼睛。那一刻，雷鸣滚滚，所有修士都感到震动。男子的目光充满冰冷和无情，他体内的紫色闪电跳动着，旋转的星点显得异常危险。他转身向楚国迈去。时间匆匆，半年过去，李木婉的身体越来越虚弱，灵魂濒临崩溃，天道轮回的吸力随时想将他带走。某天，欧阳子带着一颗火红的6品灵丹，满怀激动地交给了王林。王林望着已经苍老的李木婉，内心无比痛苦。多年的岁月，他的红颜已不复，剩下的是沧桑和衰老。他看着李木婉的衰老，感受到一种深沉的悲哀。尽管她的容貌已变，王林依然记得那个曾在阁楼上弹琴的少女，心中坚定地认为她依然是当初的模样。他小心地将丹药送到李木婉口中，药丸一入，灵力立刻涌入她体内。李木婉的脸色稍微恢复了些许红润。瞬间，来自4面8方的天灵力汇聚而来，石屋忍不住发出破裂声。吕飞和铁岩被惊醒，眼中满是惊讶。王林嘱咐他们带着欧阳子离开，自己则继续注视着李木婉的变化。他的体内金丹渐渐浮现，灵力疯狂涌入。王林不断施法，将灵力集中在金丹上，尽力帮助他突破。但金丹已经开始皲裂，李木婉的身体太虚弱，寿命已尽，面对天道的轮回，他几乎无法坚持。就在这时，李木婉的身上突然出现一层灰色，越来越浓，那是轮回之力的体现。王林能清楚地感知到，这种气息是死亡的前兆。李木婉感受到轮回的召唤，缓缓闭上眼睛，眼角滑落一滴泪，仿佛带着无尽的不舍。王林，这是你我的因果，这是天道的选择，我们终究还是在天道之下挣扎徘徊的水与墨。他的金丹突然暗淡，皲裂开来，从中浮现出一个与他一模一样的小人。那小人睁开眼睛，但随着李木婉的离世，也闭上了眼睛。王林的心如刀割，他发出一声怒吼：“天让你死，我也要把你抢回来！”随着他的声音，生死轮回的力量席卷而出，天空中展现出一幅黑白山水画，雷声轰鸣，李木婉的身体逐渐化作枯骨消散，元婴也在消逝。但王林并没有放弃，他抓住生死画轴，拼尽全力将李木婉的元婴包裹住。突然，天空中的红云翻滚，2道目光从其中闪现，紧接着一只巨大的手掌从天而降，抓向李木婉的元婴。王林不顾一切的飞速奔跑，奋力抵抗天道的力量，但那大手的速度超乎想象，最终狠狠拍下。王林的元神被震出，但他顽强地重新回到体内，鲜血一出，他依然坚定前行。这一刻，他已经做好了与天对抗的准备，无论代价如何，他都要为李木婉争取一线生机。王林大吼。就在那巨大的手掌抓过来的时候，地面都跟着颤抖起来。突然，红发冷峻的本尊身上带着一股冰冷的寒意，直接就撞上了那手掌。结果手掌被弹起好几丈高，红云里的目光瞬间就盯上了这红发身影。本尊看起来没什么事，不过他眉心的2个紫色星点转得飞快。他挡在王林前面，冷眼看着天空。红云里的目光退了，但很快天空的红云又多了起来，全都融入那手掌里，手掌变得凝实，指甲也渐渐成型，又抓了过来。这回手掌抓过来的时候，5道巨大的空间裂缝从指甲划出，直奔王林而去。王林大喝一声，从储物袋里拿出劲气长枪，朝着手掌刺去。同时，本尊眉心星点一顿，身子迅速变大，成了3丈高的巨人，身上透着紫光，散发着蛮荒气息，还有了一丝古神的迹象。
本尊眼神闪着战意，大喝一声，抓住长枪就刺向手掌。结果长枪碎裂，本尊也被撞下来，大地都跟着碎裂。但他嘴角带着血，战意更浓，又冲了上去。这时候亡灵没停留，神识散开找人，发现了1万里外的一个山村。那手掌震退本尊后，又抓向亡灵。亡灵转身，全身灵力凝聚一指，点在手掌掌心。他被震飞，鲜血落在生死回轮轴上，里面的李木婉元婴突然有了生机。那手掌又抓来，本尊从地底冲出，咆哮着挡在亡灵前面，和巨掌撞击。本尊喷血，但狂笑着不断挥拳击退手掌。他身后的虚影渐渐浮现，本尊越战越勇。红云中的目光一直平静，他是天道轮回的使者，要让妄图避过轮回的人重新被打入天道。本尊身体强悍，亡灵趁机疾驰而走。最后那手臂在本尊轰击下消失，但很快又冲出，这次手臂完全凝实，力量强了好几倍。拳头轰然落下，本尊被打下来，虚影苏醒，本尊融入其中。那拳头没管虚影，直接砸向亡灵。亡灵逃不过他的神识，他咬着牙，速度更快了，一个挪移就到了万里外那世外桃源般的村落。下面孩子们玩得正欢，好像外面的动静都听不到似的。其实呢，那些天崩地裂的凡人是看不到的，只有亡灵和本尊能看见。在村里有个女子在煮粥，时不时抬头看孩子们，眼神柔和，还摸着自己的小肚子。亡灵在高空挥了挥生死轮回轴，把李木婉的元婴拿出来。亡灵眼神柔情，一点元婴，让他化作流星飞向村落。可那半空中的拳头追来了，直奔李木婉的元婴。亡灵挡在前面，砰的一声，他喷血，眼睛都红了。他右手一抖，身前出现9个木雕，开启岁月意境。拳头落下，6个木雕碎了，拳头绕过亡灵，又冲着李木婉的元婴去。亡灵大喝一声，又挡在前面，这次是用身体硬抗。结果他七窍流血，但嘴角却笑了，笑声越来越大，最后都快疯了，喊道：你想要灭我儿痕迹，使他回到轮回，我亡灵偏不！红云里的目光看着他，拳头又挥下来。亡灵又倒，这次身体都碎了，但他表情疯狂，大笑道：我修的便是天道轮回之术，终有一日我必取轮回而代之。到了那时，我要让这天地轮回按照我亡灵的意志行事，我让你这轮回演变而出的虚影跪倒在我亡灵的脚下。红云里的目光还是平静，像看凡人一样。这时候李木婉的元婴进了村舍，悄无声息地和那妇人肚子里的血肉融合了。红云里的目光扫了扫村落，又盯着亡灵，拳头带着吸扯力和雷电砸来，这是天道的惩罚。就在拳头要落的时候，本尊来了，一道血红之光冲过来，和亡灵合为一体。然后亡灵和本尊就消失了，出现一个1丈高的身影，长发齐脚，左眼如月，右眼如日，身上有古神和生死意境的气息，身体像古神一样强悍，体内有修士的元神。他身后那巨大的虚影不仅抬了头，胸口处还有个1人多高的元神，像古神的心脏一样。亡灵没等拳头落下，就蹬地飞向拳头，他被砸飞，喷血，但狂笑着，透着傲气。现在道：他以元婴之体转世，寿元增加，符合轮回天道的规则，只要不去修道，便可逃过轮回。19年后，他魂体凝实，到了那时，你定然还会来临。不过，下一次，我依然还会阻止你的。红云里的目光平静地看了亡灵一眼，就消失了，拳头和红云也都散了。亡灵一路飞行，到了宝塔那，身子一歪倒地上。本尊从他体内出来，喷了口血，盘腿坐下打坐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亡灵睁眼，也盘腿坐下，拿出丹药调灵力。3天后，他和本尊都睁开眼。亡灵心想，这次伤太重，得闭关静养。那轮回天道的使者，除了最后一击，其他都没下杀手，因为他没感情，按规则办事。亡灵寻思着，李木婉的元婴的19年才能恢复神智苏醒，一旦苏醒，天道轮回肯定又会来。亡灵站起来，本尊一言不发，飞到之前打斗的大坑那，一落下去，大坑就被填平了。本尊在地下盘腿闭眼，本尊伤比亡灵重，尤其是最后一击，他扛了70%。不过他身体强悍，伤不致命，但闭关修炼是免不了的。亡灵深吸口气，从储物袋里拿出玉简，留下神念，往虚空一甩，玉简就不见了。做完这些，亡灵来到宝塔旁坐下，把宝塔里周易的神念散开。如此一来，百里内非问鼎七老怪别想进来。然后他就闭眼疗伤。6个月后，春暖花开，杏花村老周家生了个女婴，叫周如。这女婴出生就哭，身子虚弱，但老周家在村里有名望，有杂货铺，生活还不错。杏花村外的小山上，铁岩打坐6个月了。他和吕飞接到亡灵玉简，让他俩过来一个守护李木婉。铁岩就来了，神识一直锁定杏花村。亡灵疗伤继续，宝塔外积雪化了。本尊在地下半年下沉3次，每次都几千里。古神在战斗中成长，本尊实力有突破迹象，达到2星巅峰，第3次蜕变不远了。又半年过去，
周如1岁了，别的孩子都会牙牙学语，但他一直没出声，所以被村里人说他是哑巴。楚国边界传送阵外，一行人走出，包括面纱女子、老者、胡姓化神修士、邱四平、许罗和少女。他们打算进入楚国仙夷之地。后来，王陵被邀请加入，跟着他们进入仙夷之的，获取轮回果，开启了新一段寻宝之旅。